这个黑的。对，黑的，还有这边的一个骨头，你看到了吗？大家好，我是佳佳。大家好，我是刘洋，云游四海，特约旅行家，带你看遍山川湖海。今天的视频带有一定的限制级别，所以说如果您心灵承受能力较弱，或者说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我们建议您谨慎选择观看。印尼的一座阿嘎族村落里，至今流传着奇特的风俗。村里有人过世后，并不会进行土葬或火葬，而是将往生者直接运送至山林中放置，任肉身在空气中自然腐败，成为白骨，后人捡拾头骨进行陈列供奉。这样的传闻真的确有其事吗？今天我们将去一探究竟。现在我们到达了村里面，接下来的行程就需要坐船了。I have boat if you want. You pay so 800 15 minutes go and then 15 minutes back. 因为这个当地人他们是垄断了这种交通资源的，所以开出的价格简直是有些离谱，400人民币啊！我们过去只要15分钟啊，往返30分钟。因为他带我们坐的船就是这个船啊，400多块钱，对我们外地人的价格啊，外国人的价格，本地人是绝对不可能是这个价格啊！现在我们又联系到了另外一个船夫啊。500 is very expensive. I give you the 300 two people. Okay, 350. No, I'm sorry. 他在跟我打一个反正心理战术啊，我们先试探一下哈。对，我就先回到我的摩托车地方，然后看他叫不叫我一下。Okay, thank you. Okay, do not look back. No. It's me. Hey, what? What do you want? 你看啊，现在终于叫人了，好吗 I give you the price maybe 450, huh? ？450 No, I give you last price 400. No problem. Go. Okay. Okay, deal. 哇哦！现在我们就穿的像一个那个米其林一样啊，准备去到那个村子的墓地。待会儿咱们到的那个地方，说那个地方有很多尸体呀，你会不会到那个地方会有一些感觉害怕呀之类的？其实没来之前会有一些想象空间啊，阴森森的，然后有点凉丝丝的那种感觉。但是就刚才在那个码头上跟他们聊几句啊，而从跟他们聊天中，我又感觉好像没有那种思想上的包袱了。他们当地人对这个东西其实并不避讳，而且甚至感觉也是开放的一种态度。他们的这种心态对于我们来说，去到这些地方也没有什么过多的一个心理负担。我们去到很多国家，探访很多的国家的不同的习俗，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包括这种丧葬文化。每个国家的人对待这种文化的心态和态度啊是不一样的。墓地啊是跟他们村子是分开来的，就是那个墓地是只能乘船才能到。当时他们的祖先选择这个地方，应该也是有一些考量的，就是不是说是随便选。像我们之前去探访的西藏的那个树葬，他们就会选择一块就是非常幽静、很干净的一个原始森林里面。我们现在就上岸了啊，前面就是那个我们今天要去的目的地，这个墓地啊。我现在突然看到前面有这个大门口啊，有4个人形的这个人偶吧，在这里。你觉得吓人不？这个突然看到这个。白天我觉得还好，如果说真的是晚上的话，就是在一个像这样的林子里头啊，就是你看着就是乍一看还真的要把你吓一跳，就感觉就像那种90年代林正英拍的那些电影一样啊，僵尸一样感觉。有点像那种，就是咱们中式的那个纸扎的那种人，纸扎人，对，纸扎人，都还是挺瘆得慌的。你有闻到什么味道吗？就有点香吧，有点香啊。对，有一股香味儿，估计就是这个树。没有异味吧？现在还暂时没有闻到。现在我们一进大门啊，这地方有很多这种竹编的这种筐子，靠近了之后，其实有一股很刺鼻的臭味。这个臭味就是来源于它这里面供奉的东西，这面有一些就是鹌鹑，就是干掉的那种鹌鹑，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日常用品，就类似于咱们中式藏俗里面会烧一些纸质的那个日用品吧。因为他们村子的习俗呢，就像那个逝者的身体一样，不会拿去火化，所以说他们身后这些供奉的东西，他们也不会烧掉，所以说会散发出一些非常难闻的味道。就是感觉像个垃圾堆一样，其实没什么东西，是吧？但是在这个地方，你看到了吗？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个什么东西？
它是一个角，你看到了吗？就是你在下面，你踩了有很多的骨头，你知道吗？在哪儿啊？我没看见。那这边，看这边，这些地方，看到没有？这个是像骨头一样的，看到没有？这个，这个地方是一个人的脚，看到了吗？这个黑的。对，黑的，还有这边的一个骨头，你看到了吗？其实那个里面是有味道的，就是当你刚开始走进去的时候，闻不到什么味道。你跟我说话的时候，一阵风吹过来，就是很明显的一种腐臭味吧，有点难受，有点反胃。我很想把它克制住，但是摁不下去那种感觉。我刚才已经克制了，其实我闻到的就是一种臭豆豉的味道。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整体这个环境当中是没有什么味道的，但是刚才一阵小风过来，有一点臭，可能这个地方有很多的那种树啊，这地方相对比较通风，同时又比较凉爽的那种状态，所以说它这个臭味它就没有弥散开来。但是当你知道这个地方躺的是尸体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味道确实很真切的一股尸臭味。刚刚闻到过那个味道之后，你脑袋瓜里有那种印象了，进来之后是能闻到这种淡淡的那种味道的。他们这边的这种风俗习惯是这样的啊，是这样一个顺序：逝者他们去世了之后呢，家里人会把人啊用盐水清洗了之后，把他们放在一个个的这个竹笼里面。我看到有老鼠，好大的老鼠。然后他们把这个逝者放在这个竹笼里面。放在这片森林里面，这片森林就是他们这个村子的专属的墓地。然后在这个环节中呢，他们会把那个逝者的衣服啊盖在这个逝者身上，在这个竹笼里面放置一段时间。我们其实在这个阶段呢，其实在这个笼子里面就能看到这个逝者他的身体的很完整的一个形态，其实都能看得很清晰。一段时间之后呢，他们会把这个身体的其他的骨头啊，会扔在我这片区域，只取头骨，把他们的头骨呢是放在这边的这个台阶之上。放在这个上面之后呢，可能啊，就是算真正的完成了一个人从世间存在，然后消失，再告别的一个真正的仪式。这个里面，刚刚其实我没有走的时候我没有注意，现在再走一遍仔细看，这里面有很多的骨头的残片，还有他们生前穿过的一些衣服，这上面有很多的苍蝇啊。这就是他们这个叫阿嘎族，他们一个独特的一个死亡的一个仪式吧。他们认为人死了之后，他是慢慢的与这个世界告别的，所以说他们这个仪式的时间跨度会比较长，它并不是像其他的方式啊，水葬、火葬、土葬，就是那么一下之后就结束了。有味道吗？在这个地方有非常多的猴子，还有老鼠。这些老鼠呢，其实好多都钻到这个就是逝者的这个底下，估计是在啃食。之前也去看过一些，就是比较怎么说呢，很挑战生理极限的一些，比如说印度烧尸庙啊、天葬啊、这些树葬啊、这些丧葬的这些习俗，或者是说这种仪式的场面，其实都看过。但是当我真正的走到这边来的时候，就看到这眼前每一个的这种三角形的竹笼里面都躺着一具还能够看得到就是大致的一个形状的一个逝者的时候，每一个竹笼上面都挂着他们生前的照片，这种冲击感非常非常的强啊！这种树在那个印尼语的里面，意思是有香气的树。这里的人就相信啊，他们把这个逝者的躯体安置在这个森林里面，这个森林的发出的香气能够吸收这个逝者身体发出来的不好的味道，从而让逝者在这个森林里面找到一种平静，然后安宁地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里面。所以这棵树呢，可以说是他们的一个精神信仰，其实并没有能够完全的
吸收掉这个味道。刚刚我们正在里面参观的时候，来了几个当地人，他们来这边可能是在悼念他们的亲人啊，然后悼念完了之后，还跑到这个就是这个最上面啊那个骷髅墙前面，两个年轻人站在这里拍了张合照啊，可能是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哈，跟自己逝去的亲人的一种纪念。当他们的亲人成为了这一堆骨头的时候，就是自己心理上是已经接受了这种事实的，然后呢，他们也能以更加平和的心态啊，跑到这一堆骷髅面前去合照，以一种新的形式啊，和亲人实现一种团聚吧。刚才我们坐船的时候啊，就是我们的船夫跟我们说，之前有一个外国的游客来到这个地方，然后把这里的一个头骨给带到了巴厘岛，也就是登巴萨那个地方。然后到后面呢，就是说坠崖而亡了。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了它的一个标语：不要带走不属于你的东西。就是说，我们虽然说来到这个地方，可以去看到这种不同的一个文化，他们也非常开放的来接纳我们这种对他们这个文化的一种好奇。但是呢，我们也要学会去尊重他们的一些文化。今天看到这个有什么感受呢？就觉得这个人吧。就特别是我看到他们的这种那个竹笼上面的照片，然后再看到那个竹笼里面躺着的那个人形的时候，还是蛮冲击的。就觉得感觉照片上那么就是真实的一个生命啊，他就躺在那个竹笼里面，对心里其实震撼还是蛮大的。一时半会儿其实可能也不知道怎么说，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懂这种感觉。就是人这一辈子，尽量的去珍惜每一天吧，好好过每一天，因为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日子其实会很久，你拥有这个世界的日子并没有多久。那你觉得这种丧葬方式会不会有一些粗犷？其实我觉得就还好，为什么呢？其实不管你是天葬、火葬还是土葬，还是就是他们这种叫原生态的葬法，其实它都是一种形式而已。丧葬习俗呢，其实它其实都是属于活人的啊，活人对逝去的亲人的一种祭奠，它都不属于你的。逝去了之后呢，它其实是没有任何的感知的。只是我们活着的人也想给自己的亲人也是一种体面吧。而他们这种习俗，他们所体现出来的啊，我来自于自然，然后最后再回归到自然，这个也是他们觉得这是他们的一种归属吧。尚存于世的人们为逝者举办这样漫长的告别仪式，不仅是寻求生命的最终归属，更是珍贵的死亡教育。人生并不太长，逝去终是结局。阿嘎族人对待死亡的态度看似粗犷，实则质朴自然。他们正视生命的消亡过程，勇敢地直面死亡，也是透彻地理解了人生。